大家好，我们是 Double S Brothers， 我是安仔，我是 Andy。今天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新马生活的文化差异。其实很多人都讲啦，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文化啦都接近差不多一样。毕竟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也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嘛。因为我们这边两国的文化真的是太接近了，就好像阿爸阿爹这样子。撇开美食啊，在生活作息方面，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确是有一个蛮大的 gap。我先来说说看一下马来西亚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我本身是在马来西亚工作过的。讲到马来西亚的生活作息，我个人觉得会比较可以讲情嘛。不是我会觉得比较没有这样压迫感，没有这样压力。这个也是蛮多人在讲的东西啊，都是讲新加坡的生活比较 stress 啊，马来西亚的比较 relax 一点啊。Depends on 工作啊，可能有一些好像在金融中心工作啦他们就可能可以早九晚五啊，比较 chill 一点的生活啦。我在马来西亚工作的时候是吗？我会比较多tea time 的时间 ，tea break 飲茶先。哦，飲茶先啦，3點幾咧，做撚啊做，飲茶先啊。在新加坡工作过是吗？我发现到这里啊，很少有提到饮茶这件事，就是一开电脑一 start 啊，马上就机关枪就射过去了。break 的时间就可能只是吃饭的那1个小时，然后或者是有时候3点可能还可以再休息一下，喝个茶那种。对，然后这天就是直接到5点或者6点放工。尤其是在 Office Tower 工作了，因为我有去过 Office Tower， 新加坡的 Office Tower， 哇，里面真的是很 premium 很 class 的那一种，你知道吗？就是你一上到去是吗？我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压迫着我，就冥冥中那个 environment 啊，看上去很高级，可是在里面做工呢，我相信也是有一定的竞争力跟那个压力在那一边的。新加坡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嘛，就是我们这种打工做工的人呢，就是会比较辛苦一点吧。overall 来讲是帮助到新加坡的经济是很多的，因为大家都要快，要创新，要有新 idea， 等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面。这样子的话，你才可以把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拉到更高，也更快速可以达到想要的目标。每个工作的环境都不一样，性质都不一样。所以讲回生活素质的话，我觉得新加坡跟马来西亚还是有一定大的差距的。然后第二个，我个人觉得啦，有蛮大差异的啦，是在这一句话我马上就可以讲了啦，就是交通。因为在马来西亚的话，每个家里至少会有1辆到2辆车，可能有些可以 afford 到的话，甚至3辆车。去哪里都一定要开车嘛，你不可能去等巴士哦，除非你在 KL 市区啦。KL 市区也是蛮难等到巴士的。人家讲在马来西亚等巴士就很像在等一个天荒地老这样子，你完全是安排不到你的那个时间的。你 check 那个 schedule 啊，你不知道他几时会来的。像我在 KL 的时候，我常常坐巴士啊，我们大概知道那个终点大概会来，就是当地人才会知道那个 schedule。我有蛮多马来西亚的朋友啦，都跟我说他们习惯这样子开车的生活了。你叫他们坐public transport，他们是不要的，觉得好像被控制着这样子。你对，必须要在那个时间点到达那个站，然后上巴士还是等 MRT， 然后就是fix 死的那个时间，你就不能自由了嘛。我开车，我可以掌控那个时间到达我想要的地方。在新加坡的话，还是有人开车去上班，可是普遍呢比较多的还是会选择交通工具。现在的吉隆坡啦，有一点类似接近新加坡了，因为新加坡你从这个 point 去到哪个 point， 只要转线就可以了嘛。马来西亚现在已经演变到这样子了。在马来西亚其实要 afford 一辆车是很容易的事情，很容易真的因为在新加坡要 afford 一辆车，我们之前的影片也是有讲过了，要 afford 一辆车，你还必须去拿一个 COE， 在马来西亚就是零头期。还可以零头期，马上 on the spot， 明天就可以拿车了。我觉得两边都有他们的方便之处啊，就看个人的习惯怎么样啦。下一个点呢，我们就要来说看一下啦，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消费观是怎么样的？现在这个很多人在谈这个话题，对，有些人说在新加坡的消费是很便宜。反而马来西亚的现在一直上，越来越贵，东西越来越贵。我在新加坡10块钱我可以用1天，可以做到。新币10块钱做到可以用1天。马来西亚的话，现在啦 ，after COVID 我回去了啦。based on 现在2022年的 market 啦，没有30块过不了1天。30块马币，也就是10块钱新币啦，10块钱新币一样的。只是我们不要拿来 compare 去乘3，我们拿来10块钱对10块钱。因为薪水你在那边可能做3000块，你这边也是3000块，所以不能去换了。在马来西亚，现在如果你叫一盘饭啊，都要7到8块了。
就可能你叫的一杯水是吗？分分钟就已经超过10块钱了。新加坡最近也是有在起价啦，可能因为一些经济效应，所以导致到新加坡也是有起价。我们刚才有讲到的是 normal expenses 啊，平时个人消费啊。如果啦是娱乐消费的话啦，我会觉得马来西亚略胜一筹啦。看电影我还是会 prefer 在马来西亚看，便宜很多，看便宜啊！我在马来西亚看3场，等于在新加坡看1场。它就是娱乐消费的话，我觉得马来西亚会真的比较便宜啊。因为在新加坡看一场戏也是要14块15块，14到17都有。如果你要convert啦，我现在讲convert过去啦，我可以在马来西亚看3场戏哦。对。还是马来西亚的便宜啊，所以就是在这个娱乐消费方面的话，也是蛮大的差别。安仔啊，你觉得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消遣活动，他们有没有差别？我觉得很大的差别啦。我觉得新加坡的消遣活动啊，除了运动以外啊，都很闲啊。新加坡虽然是很多东西好玩，反而在马来西亚是吗？你就可以 explore 到很多东西。好像我们一有假期还有什么是吗？我们就会去到马六甲，去到怡保。对，因为有选择，可能去爬山。这如果今天好像你跟你朋友一般那样子要出去玩啊，你会 prefer 他们来到新加坡玩，还是会出国玩？我的话啦，我会 prefer 他们去马来西亚多见识多一些些。我本身是马来西亚人啊，我自己都很多马来西亚的地方我都没有去过，因为马来西亚有很多个州嘛，所以变到你去一个州是吗？你就可以 spend 好像3天2夜、4天3夜这样子，不只是在美食上方面，你也可以 feel 到当地的风情文化。对，真的就感觉好像讲是马来西亚，可是每个州都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对一些文化，就像以前我去槟城的时候是吗？你就会 feel 到feel 不一样啊，你知道吗？德伦甘路还是格兰丹那边的话，他们就马来人比较多。对，吃的美食也是那种马来人的食物啦。对，就可以体验到更多不同的文化这样子。对，或者是新加坡的话，可能就有点不一样那个消遣活动。新加坡的话，我觉得消遣活动第一可以讲是运动先嘛，还是到回去运动啊。对，运动他们会选择去一些 MacRitchie，第二选择可能就是那种 Theme Park，比如说 USS， 还是水族馆之类的，再不然就是圣淘沙。其实我蛮喜欢新加坡的一些消遣设施，他们做到很好，好像 PCN 啊，骑脚车啊，对，然后还有就是政府都会做好一个 park 给你，然后你可以在那边运动。还有一个 Andy 就比较大反差的啊，就是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饮食方面啊，在餐馆用餐的文化，我们以前有拍过一个小短剧嘛，在新加坡的话啊，很多人就有 dead tissue 啊这些东西啊，然后在马来西亚是没有这一回事的。even though 我不是新加坡人，我来到新加坡是吗？我都也会跟着他们文化，我怎样都会放一把钥匙在那边啦。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人去吃，而且是在吃饭午餐的时间很 bad 的时候，你一个人你要去 order 食物，因为你 order 的时候你才要找位置的话，你变成你要拿着那个食物边去找位置，你找到来的话，可能你的食物已经冷掉了。然后还有一个 point 是我会给新加坡人骂嘛，我觉得在新加坡我不是很喜欢排队。排队不要紧，排队完的是，因为在马来西亚有时候出名的美食也是排队，可是，在新加坡排队是吗？我发现啊，那些 hawker store 的一些老板啊，他们的动作不懂是有点稍微慢还是什么啦，感觉好像在制造一种排队的一种气氛啊，我是这样个人觉得啦。毕竟在新加坡，我看到比较多在Hawker Center 的话，都是比较有一定年纪的auntie在做，所以可能他们的手脚也比较慢啦。可能这一点的关系，就大家都体谅一下。我相信不需要体谅，新加坡人应该都已经，我觉得他们习惯排队这东西啊。对，就习惯了。马来西亚其实就是 everything call， 要不然就人家会来 order，除非你是到一些非常出名的餐厅，再加上如果你选择是在假期的时间去马来西亚排队的话，也不输新加坡。可是他们的速度很快，再加上他们的工人很多。像上次我们去排那个强记的午茶的时候，哇，咖喱贡 long weekend 几多人排队，可是啊，速度也是我觉得还蛮快一下。因为就是让你们赶快有的吃，就是体验好一点嘛，用餐的体验好一点。连吃完了过后，他也快走，连你的生意下一单也进来，其实大家都好了嘛，是不是？新加坡可能 store 也没有像那个强记那么大，可能它的地方也限制于小，即使你真的要把 store 放到2到3个厨师的话，最多就是 max 2到3个。我是觉得马来西亚比较好吧。再来一个，我个人觉得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比较特别的文化，就是马来西亚的假期很多，你知道吗？真的 ，I love it，因为马来西亚假期它除了我们 standard 的那些节日的假期，新年啊那些啊，马来人过年啦，它还有很多那种阿公生日忌日，有一些是我们马来同胞穆斯林的一些穆罕默德诞辰啊之类这样子的种种，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特别，就是礼中嘛，关系嘛，客厅就休息啊，我们就
享受其中了，我就爽我一点哦。其实我不知道现在学生到底是这样，那种老师都会用 WhatsApp group 去跟家长讲嘛，张弟弟的家人吗？明天下棋哦，因为我们的州的国家队没有，赢这个还好 ，standard 啦，都去会问我们隔壁的邻居，明天有上读书的吗？就他们我好像不用我，这边 OK 啦，一起不用啦 ，OK 啦，然后一起，然后你看到那个报纸明天到那个灯，就是了，只是昨天晚上我们已经 double 恐风先 stand by 有这个心理安排先，不要先relax 先。在新加坡的话呢，他们的假期就已经是 fix 了，只有11天罢了，每一年就是11天，固定的11天不会改变。如果我们跟老板讲，老板那个 Joseph Schooling 呢拿奥运冠军呢，然后你是冠军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在这个超级搞笑的。OK。最后一点，刚才阿仔有讲到，就是有关于节日。我觉得我们两国庆祝节日的方式都会有所不同。我们先说我们身为华人最重要的节日——农历新年。在马来西亚的农历新年是非常的热闹，而且是每个人都会有参与，而且把那些传统的庆祝的方式都会打出来一起做，好像早上新年要讲吉利的话哦，然后或者是过年的时候不能扫地之类的那种传统的习俗。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夜市啊，你去逛的时候啊，真的是很有那个过年的气氛啊。在新加坡的话，不是没有气氛，它是放在一个最出名的地方，就是牛车水。牛车水就是很有马来西亚那种我们想要的那种非常热闹的气氛啊。当然，在新加坡其他的地方还是会有可以看得到，他们会挂红灯啊，连一些春联啊，还是有少少的气氛，可是就少了一些东西，我不知道。只有马来西亚才有的，就是你回到马来西亚是吗？我们会很期待过年的，一家大小啊，冰冰冰冰冰，对，小孩子啊，你的邻居小孩子进来，你是谁啊？我也不认识你啊，就大家进来，就这样子。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是因为那个时候 COVID 2年了，我们在新加坡过新年的时候是吗？哇，好像死城这样子哦。我有一些新加坡朋友也是讲，新加坡在华人过年的时候就很少人了。因为蛮多新加坡人，他们的家人以前都是在马来西亚，所以变成他们本身自己也会去到马来西亚。OK， 明白。再加上新加坡有很多像我们这种马来西亚人在这边生活的，他们也是会回去马来西亚。好像除了牛车水以外，其他的好像都照常一样。我们就好像只是各天是礼拜天这样子吧，2个礼拜天。有一些公司就是只照 law 来跑的话，就是2天休息嘛 ，public holiday。马来西亚的话就不一定，你华人公司的话可能就拿到1个礼拜去，有一些可能长一点的话14天，有些初15才开工，要过完15天，可能他们想到他们必须要带老婆还是带谁回去他们的港崩，对，离他们现在在工作的地方就有一段距离嘛，所以那一段距离你可能驾车要开几个小时，或者是有一些上1天的时间，你才到达那个地方。如果你太早让他们回来，你1天的车程去了。连你早上吃一个早餐就回来做工，不可能嘛2天，所以就变成你难得1年才1次回去，就变成让他们就休息多一下了。就反倒在新加坡是吗？跟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最大差别的节日就是圣诞节。在马来西亚啦，圣诞节完全是抹拉沙的。圣诞节新加坡真的是很好，对，尤其是在 Orchard Road 那边，对，不然就在 Gardens by the Bay 那边，它会有 event， 就他们会很重视这个节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圣诞节我跟 Andy 在这边过，我们去了那个 Wonderland 啊，哇，我真的觉得哇，很多那种灯光 light 啊 effect 啊，很爽啊。那个时候这整个圣诞节就是很按摩拍的那种啊。反倒在马来西亚 just a Sunday。也是会有人去庆祝啦，马来西亚，就是巴比利那边吗？我可以说，巴比利那边应该比较有气氛，比较 city area 会有做一些。然后你在我们这种比较干碰的地方是吧？真的是只是一个假期吧？对，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有自己去 launch 一个交换礼物这样子吧，一个活动。可是我们讲的是气氛啊，在新加坡的确是圣诞节会比较爽，然后农历新年的话，在马来西亚哇 the best 哦，我跟你讲。还有就是讲回说过年啊。在新加坡是没有炮声的。那人过年的时候啊，我在新加坡是吗？我 feel 到你是在过年吗 ？Hello， 我喜欢那种有被炮吵醒的感觉，就是那种凌晨2点都砰砰砰砰，什么事情，然后又再继续睡回去。隔天早上你要睡迟点，然后给隔壁的那个红炮吵醒。我弟弟啊，初1、初2、初3放那个长炮，初1放到初7，砰砰砰砰，哇，可以休息一下嘛？在新加坡啊，没有这个东西。初3我就做工了。
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差异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也有他们不好，也有我们没有讲不好啦，也有我们比较不爽的地方。虽然这2个国家是靠近，可是文化真的还是会有差别。到底还有什么新加坡比较奇葩的，还是马来西亚比较奇葩的文化？欢迎马来西亚朋友们、新加坡的朋友们，加上我们的留言栏这边。多一下交流，多认识一下哦。原来马来西亚还有这样子的文化哦，原来新加坡还有这样子的文化，这样子。或者是有一些你们觉得我们没有讲到了，我们没有 point 出来了，其实是存在的东西，你也可以告诉我们。所以喜欢我们这一期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